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主旋律，當然就是中美對抗。我們也知道這幾年來，中美對抗改變了很多的遊戲規則，改變了很多的世界秩序。而在中美對抗裡面，最重要的戲碼，當然就是習近平跟川普兩個人的博弈。而兩個人要在5月見面，這場見面當然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兩個人在川普第2任上任之後首次的見面，這也是他們兩個人第一次的交鋒。而這個交鋒之前，我們看到習近平特別安排了鄭麗文到中國去訪問，也安排了政協會。這個過程特別有趣的是，他拉抬了鄭麗文的一個位階。而鄭麗文回到台灣之後，在整個統派媒體裡面有2個關鍵的媒體，一個就是聯合報，一個就是中國時報。2個媒體都用社論非常抬舉、非常稱讚鄭麗文。一個說鄭麗文是和平保台，一個說鄭麗文是一錘定音。也就是現在鄭麗文因為去了中國，因為跟了習近平見面，而且他是甘冒天下之大不諱，就算忍受各種的屈辱、各種的壓力，他都辦成了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他回來之後，他會變成了習近平在台灣的代言人，甚至他會變成了台灣統派的一個代表？如果他真的變成台灣統派代表，他又有媒體的加持，他未來在台灣能夠發揮的能量會有多少？而台灣因為這樣的風波，兩邊的對立又會有多激烈？也就是現在你看到的總預算受到耽擱，你看到了軍售預算受到耽擱，而這個耽擱會不會持續下去？而且台灣過去一直來講，我們的主軸也是親美，而在鄭麗文回來之後，這個親美會不會變成了反美？會不會變成了疑美？會不會變成了抗美？而這樣的一個風潮，而中美的對抗後來的最主要戰場，會不會就在台灣的內部呢？好，在談到這個問題，我們當然要找這個熟悉美中台關係非常熟悉的這個政大國際關係的資深研究員宋國成來參與我們的討論。宋老師你好。寶傑兄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宋老師，我們剛剛講的是這個現在的主旋律當然是中美對抗，你看中美對抗已經改變了很多世界遊戲規則。然後呢，這個5月本來要川習會，但有趣的是，他現在特別安排了鄭麗文去。那鄭麗文去，很多人都覺得那是小事情嘛，你就是去了，你就是朝貢，那你就被羞辱了。可是後來發現回來的氛圍不一樣，你會發現有一股力量，特別是在紅色統派的這個裡邊，他不斷的在糾結。你就看到2大報，我們過去講的2大報就是中時聯合，居然是用社論，用非常高規格，用非常肯定的語氣去肯定鄭麗文，這在過去是非常少見的。所以鄭麗文回來之後，他有什麼不一樣？回來之後，他是不是就真的變成了習近平欽點的代言人？而這個習近平欽點的代言人在台灣確定之後，那難道習近平的手或者他的影響力真的有辦法伸到台灣裡面嗎？鄭麗文回來之後，很明顯看到了就是統派媒體在替鄭麗文超強勢的造勢。他們目的就是要制造一個氛圍。我首先強調中共那個方面，台灣的這個統派的媒体跟台灣的親共的這個政治人物三位一體的，三位一體啊，他們之間我認為就是日常保持聯繫了哈。所以你看回來，我們先講回來，我們回來之後就是有一股強大的力量一直在塑造一種鄭麗文路線。對啊，鄭麗文路線，這個鄭麗文路線呢，其實跟過去很不一樣啊。這個其實國民黨的體制已經改變了，不是傳統的那種所謂的那種親中也好，我現在已經是变成是一種聯合共產黨來對抗美國。叫做聯共抗美，所以現在他已經從所謂的以前的以美等等的變成是抗美。對，為什麼是要抗美呢？我們就講2個關鍵。第一個，為什麼中共會提前，我們稱之為超前部署嘛，或者要提早下手，讓這個政協會先於川習會來召開？目的非常非常的複雜。當然，我們表面上來看，他是要跟美國要去對嗆嘛，我先見這個台灣這個統派的勢力，但是其實呢，它還有更深層的意義，就是說，第一個呢，我提前告訴美國，我有這個能力在台灣阻斷你的軍售案。對所以你得說，鄭麗文來了以後，這個軍售案不但不會過關，這個軍售案會因為這個鄭麗文去了中國，這個軍售案阻擋的力道會再加強。對，換句話說，鄭麗文等於得到了習近平的政治加持嘛。所以他們後來開完會不是進去密室會談嗎？對，密室會談我覺得很容易想象，
習近平就不要說指着鼻子了哈，至少是殷殷的耳提面命啊，鄭主席，請你幫我把關，對，請你務必要把所謂的台灣的這個國防特別預算，一定要給我擋下來。這個很容易想象，在密室裡面一定有這樣的一個交代，對啊，所以我認為啦，我們的軍購案或者叫國防特別預算，其實已經非常不樂觀了。先前已經不樂觀，現在可能會更加的不樂觀，對，甚至有可能就是無限期的拖延。可是這個點對我有點不了解，就是以台灣的民意來講，我們看到所有的民意裡面，大概60%幾是信任美國，對，而且也有60%幾以上，我們都認為我們需要美國的軍購來保護台灣，對。那如果是在這狀況下，國民黨除非你不要執政，你不要中央執政。否則的話，你等於是跟60%幾的民眾去對幹。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為什麼要只去抓那個少數，抓那個20%、30%的少數，而要去跟60%對抗？你這樣的話，你不會讓整個年底的縣市長的選舉，甚至2028的總統大選更為難嗎？對，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在野自卑症了。在野自卑症，什麼叫在野自卑症啊？意思就是說我即便是永遠的在野黨，但是我只要能夠國共一家親不是兩岸一家親嗎？國民黨叫國共一家親，對，我就能夠繼續保持在台灣生存的一種後續的能量，所以他現在不一定保選戰的輸贏，但他保國民黨的政治能量，對，他要保證他的體力然後這個當然2026第一仗嘛，2028是第二仗所以我認為這個在野的自卑已經讓國民黨覺得就是說，我這個長時期的在野可能是一種宿命，但是在宿命當中要保命怎麼保命呢？我就靠習近平對我的一個支撐，對我的加持所以他現在是保身體保體質、保能量他不一定能夠就是這個保選舉的這個勝利，對，而且2026我覺得是很明顯的就是一刀切。換句話說，如果鄭麗文路線的效應持續發酵的話，其實很難說喲，很難講所以這個對台灣選民來講，就是一個很艱難的，甚至是很痛苦的二元選擇，你是要統還是要台所以對選民來講是很嚴酷、很嚴酷的考驗，在2026就會開始。所以你說，就算這個鄭麗文把他的鄭麗文路線很清楚，就是我是親中抗美的這條路線，然後我是幫着這個共產黨，我幫過中國去擋軍購，擋美國人把勢力、把力量伸到台灣的這樣子一個努力。你說在整個年底的2026的選舉不一定會失敗，不一定但就要看就是說從現在開始到2026同派的媒體來自於這個中共的對台政策，來自於這個鄭麗文自己本身的這一種表現衝刺等等的，也許會形成某一種的力量因為容我不客氣的說台灣人民很好騙這個可能不是很文雅但是確實是很容易受到那種政治的那種，我稱之為政治發燒症就是那個選舉的時候，你看那個激情粉絲文化的那樣的一種躁動等等。台灣的人民很善良，但是也很容易受到政治人物的操縱等等的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我要特別強調就是說，即便他們作為這個在野黨，他們也可以長期扮演一個對民進黨叫做血海深仇所以他與其說舔共，你不如叫他做恨綠。他有這麼恨綠？非常的恨綠，因為我剛剛講那個在野自卑因為他堂堂一個100年大黨嘛，對，然後下來之後淪為這個在野黨所以他曾經有一段非常非常這個挫折的一個歲月那麼所以你說他舔共背後的這個心理情節，其實是對民進黨恨之入骨這種血海深仇其實你慢慢去可以體會出來，所以他有這個都就有趣了其實基本上大家就都在台灣在這個島內，可是你說他們對民進黨的仇恨是遠高於美國，遠高於中國，是因為遠高於美國跟中國，所以他們才要選擇了一個完全抵抗、完全焦土的政策。那那個仇恨到底有多深？是仇恨到同歸於盡都可以了，同歸於盡。我敢這麼說為什麼？因為他這個叫恨之入骨，就是說寧可為了要下架民進黨，我寧可去上架共產黨。就是慈禧講那句話，寧與外人不與家門。對，也沒有錯，就這個意思。所以
他這個其實很符合人性的表現嘛。對啊，就是我愛不到你，我就把你摧毀啊。那我若恨你的話，那我就找別人來對付你等等。對啊，所以我認為這個恨綠情結要遠勝於他的疑媚。是啊，其實可能更高於他的舔共，他是基於恨綠，所以跑去舔共。對啊，用舔共的力量來支撐他在台灣繼續生存下去的政治能量。對，即便是永遠的在野黨也無所謂，也無所謂啊。可是不是取得政權是所有政治人物的最高目標。你當然可以講地方2026的縣长選舉是地方選舉，跟這個所謂的國家路線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到了2028，那是國家總動員，那是一個元首的選舉。元首選舉，國民黨不是沒有機會啊，因為在上次賴英德也不過拿了40%啊。而且你就看到現在他也有一些等於說全國性的政治人物也得到很好的評價啊，也有好的支持啊。他們難道連這個東西都提前放棄嗎？還是覺得說我硬幹到底也會有好處？我覺得沒有贏得總統或者是執政的這個權利哦，並不等於說國民黨在台灣沒有舞台哦。你只要有一個舞台，也許我今天我可以當主角哈。那但是只要舞台能夠保留下來，我至少還可以在上面跑個龍套吧。你不會消失，你不會泡沫。對，所以舞台可能比勝選更為重要啊。這是第一點。另外一點的話，就是說，為什麼他會那麼樣的輕攻？容我坦率的來講，其實是走投無路之下的找一條路了。走投無路找，因為我剛剛講，就是說，他們其實內部已經意識到，就是說，要拿回執政權，何其不容易嘛。哪有那麼容易？可是縣市長，你有多數的縣市長在你手上，你現在也有全國知名度的，包括盧秀燕、像蔣萬安，這都有非常高的這個所謂的社會的聲望。難道他們連這個都放棄？還是說他們認為這些人你也不是我們自己人？所以你們就算拿到政權，跟我的利益也沒有關係。對，這要看國民黨對於所謂台灣民意怎麼定義啊。如果說他把台灣人民的那個投票，當然投票很現實啊，一投下去就一翻兩瞪眼了啊。如果他把台灣的民意當作是一種附屬之物，我真正的是我的這種政治的路線、政治的舞台跟政治的主張都能夠得到媒體的支持，或者是擴大的這個宣傳等等，我國民黨的存在感還是有呀，乃至於就說我的論述權還是有呀，那麼當然有機會，也許我這個不小心我贏得了這個政權，那當然是更好啊。但是即便不能夠贏得政權，我依然可以保留我的舞台。對，我依然可以這個主張我的論述所以他這個我認為他的舞台論要比他的執政論還要更明顯對，就我要維持我的價值，維持我的利益，對，維持我跟中國之間那個若有似無的一些關係。不只是若有似無，我覺得這樣已經非常強烈公開表態了。好，那另外一個我覺得非常有趣是為什麼是鄭麗文？因為我覺得從鄭麗文的出現，我就覺得讓我覺得眼睛一亮，也就是說。他沒有參加過國民黨的重要選舉，他也沒有擔任過國民黨的重要的職位。因為剛才講，你選舉沒有從來講，連立委你都沒有選過，你也沒有擔任過任何重要的職位。可是他居然就在這一次橫空出世。橫空出世，你可能覺得說是因為盧秀燕不參選，所以有一個空間讓他趁虛而入。可是不對，因為他背後是有強大的媒體在支持。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看到中天在後面是非常強大的支持，對，聯合報在後面也是強大的支持。那你說他只是因為在選舉過程中強大支持也就算了，你連你這一次去政協會，你回來之後，兩大報還不惜給你最高的這個稱讚，就代表鄭麗文是代表他個人嗎？還是說這個人本來就經過裡面的挑選出來過的，而這個挑選出來過的是北京也在參與在這工作，他是北京所我們講屬意或者是欽定的人選所以你看那個東大廳他們會面的時候一個天真無邪的鄭麗文面對一個老奸巨猾的習近平，對，你看習近平那個講話真沉穩低調然後這個綿裡藏針，然後那個鄭麗文就有一點又像是名嘴嘛或者是那種運動的那個運動家，政治運動家一樣，他的聲音非常的高亢，很尖銳等等的。其實從這個對比裡面，你深入的來看，一個才是真正的老謀深算一個是我覺得是有一點涉世未深什麼叫涉世未深呢？實體上來講，他其實是國民黨的少數主席他這個黨內的這個選票好像不到30%嘛等等。那你剛問到那為什麼是他？對，而不是郝龍斌或者是其他的一個候選人？因為呢，中共他認為鄭麗文比較好騙
比較好支配，比較好操弄。我這話講得很露骨了哈。為什麼？因為其他的候選人啊，其實都是很資深的人嘛，趙少康啊，然後這個郝龍斌等等等，中共可能會駕馭不住。現在中共對台灣的駕馭能力很重要，中間只要有任何的閃失或翻盤的話，它整個對台的這個統戰的那樣的一個路線啊，或者是那樣的一種支架，基本上就很容易斷裂啊。所以他必須啊，中共必須啊，他們稱島內嘛，在島內培養一個循規蹈矩的代言人，是能夠言聽計從的代理者。對。這樣的話，他才能夠鋪陳啊，中共才能夠鋪陳。中共對台的這個統戰和滲透不是一條線啊，我在我書裡面有10條線，我列出10條線，所以他是在各方面來尋求一種我稱之為這個章魚八爪式的那樣的一種滲透。所以能夠操弄這個工作呢，必須是一個對於這個中共有很強烈的痴迷感或者是痴迷感就是投懷送抱型的。對。言聽計從型的啊，然後你只要公告這個聖旨，我就接旨照辦的啊，等等的，講難聽一點是跪得下來的人。那可是如果是這樣的人，你剛剛講的，他本來在黨主席選舉裡面不到3成，對，他在國民黨內也沒有很強的這個所謂的派系，或也沒有很強的這個能力，他有辦法去執行這個習近平或是執行中國在台灣我要求你做的事嗎？還是說其實不是鄭麗文，鄭麗文只是一個代表，他其實背後已經有一個龐大的力量在後面 support 他了。我認為中共在台灣已經這麼多年所鋪陳的那個統戰的那個背景的力量，事實上是鄭麗文無法阻擋的。我覺得他有一點是我們游泳的時候因為浪很大，所以呢被浪就這樣子強大的推就一直推送啊。所以第一個我認為鄭麗文本身他是阻擋不住，背後的龐大的，而且是在台灣，我認為已經是生根很多年了，不是這1、2天所形成的那樣的一種紅統的這個力量，像這個巨浪推着一個游泳的人一樣，推着往前走啊。當然我們也不必就是替他來這個吹噓啊，鄭麗文路線其實也會受到很大的挑戰，譬如說我們舉例來講。黨軍購，我覺得對人民是有感的，對啊，人民是有感的。為什麼呢？因為這個軍購好歹也是我們的保命嘛，所以國防特別預算不是特別預算了，那都台灣的保命預算那麼中共的想法是說，我只要找到一個人代理我就可以這個擋下軍購啊，然後這個台灣買不到美國的武器，然後台灣就自己會投降啊。這當然是他的如意算盤啊。誰來做這個工作？你其實在黨內跳來跳去。最擅長、最活潑、最好動、最積極的不就是鄭麗文女士嗎？而且沒人敢，也只有她敢。對所以我說她天真無邪嘛所以她敢衝敢拼所以這個角色，我想中共是很滿意的，否則習近平不會見她了那麼見她當然還有很多的目的，我覺得最終極的一個目的除了這一次說什麼拋出什麼大禮包什麼惠台10個政策，不是大禮包啦，是。統戰這個懶人包了或者叫滲透包了等等的，所以他利用這個鄭麗文的這樣的一個種特殊的人格，他的人格的話就是變來變去嘛，他的政治彈性很大，對，那政治彈性很大的話，他就會接納比較能夠大幅的接納中共給你的統戰的這個壓力，或者給你統戰的這樣一種推力所以到目前為止看起來，應該他是最適合讓中共滿意的一個人選。好，那當然在現在的主旋律還是川普跟習近平的會面。來講，也就是說，本來在你的書裡面講，美國要去對這個中國，叫小院高牆。對，那現在呢，我們現在換成是一個大院鐵牆，比如說我現在要用更多的包圍，更多的 deterrent， 就是更多的威嚇去對付中國。對，那等於說現在台灣這幾年來，我講為什麼覺得中國有一點失望？是因為中國現在美國已經把台灣包圍，就是在軍事上的，在科技上，你也可以從在投資上，你看我們現在投資到美國的已經80幾了。我們現在今年我們在這個美國出口已經創了非常高的新高了。对，那我們現在對中國的投資其實越來越少了，所以就
台灣這艘船已經越來越偏近了美國，所以要在這個大院鐵牆裡面，我們要講，我一定要放一根針，放一個木馬屠城，我一定要去穿破，我要告訴美國說，在這個內部裡面我有影響力，我是可以控制的，而且我在這裡面我可以阻擋你們之間的一個合作的。現在鄭麗文就是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嗎？那這個東西對未來的川習會或是中美的對抗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如果說是木馬屠城，我是講得太客氣了。因為木馬屠城基本上它是一個後門程式嘛。現在它是利用這個鄭麗文來做一個怎麼樣代理執政。我雖然沒有實質上統治台灣，但是有人幫我治理啊，那麼幫我宣傳我的政策，幫我執行我的政策等等。所以它不是光是木馬屠城而已啊，不是後門啊，它是前門哦，是一個代理執政的一個角色啊。那麼另外一方面，您剛剛也提到，就是說在川習會面前，之前來搞這個正習會，是不是在收集中共在收集以這個正習會所得到的一些掌聲、光環或者是回應等等，對，來作為他和這個川普談判的一個籌碼？什麼籌碼呢？台灣有很強烈的愛祖國、熱愛祖國的力量啊！你看他們的主席都到我們這邊來訪問而且還在他們的這個，在我們的國父的面前，留下了這個淚水等等的，所以而且他主張一中政策他反台獨等等的所以習近平說我在台灣有人而且有團體有力量等等的，而且最大在野黨对，最大的一個在野黨那麼所以那你川普你是不是應該要至少減少對台灣的一個支持當然我是這麼打比方來講，就是說正習會就有一點像，我打個比方了就是好像伊朗跳過川普去找美國的民主黨談停火了這個應該是蠻可笑的一個比喻嘛對但是即便是如此，我覺得中共在收集在川習會這邊收集正習會所獲得的一些籌碼，不管是大籌碼或者小籌碼所以他的這個會台的10項政策等等，每一個都能夠證明，就是我對台灣是和平的。我幫他的小企業辦理注冊呀。然後呢，我幫他開港口對，甚至我這個廈門、金門等等，我通電、通水、通氣等等4通嘛等等，我還有兩岸青年之間相互的交流。台灣的農產品也可以進來我們也開放我們的觀光客到這個到台灣去觀光。我們兩岸關係不是一片形勢大好嗎？你川普不要來攪局而且一中政策就是去中華民國嘛，那不就是說台灣就是中國的內政嗎？所以台灣都在支持一中政策的，那你川普你還在搞這個一中一台，或者說是支持台獨所以他有很多的這一種反向的質問，或者是一種籌碼的證明來跟川普做一種台面上的較量。那他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嗎？川普會買這個單嗎？而且看起來就是他為什麼要打台灣牌？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講，他也絕望了。他這個絕望就代表我現在在 AI 的領域上，我在軍事的領域上，我在很多領域上，他可以看出他跟美國的代差。他本來可能還期待說，我用 A2AD，我來威嚇台灣，也就是我用我的火箭軍，我讓你的航空母艦完全不敢侵入台灣。我因為不敢侵入台灣，台海就變成我的內海，我就可以對台灣予取予求。可是現在從委內瑞拉，你今天從伊朗的戰爭就非常清楚說，過去中國的 A2AD 在美國來講，已經完全英雄無用武之地。一個林肯號101枚的飛彈打林肯號，居然沒有1枚打中，也就是你的飛火箭軍，你不要說你內部的貪腐，也就是說今天習近平其實面對他幾個東西是軍事上面，他對美國已經沒有任何威脅性。在經濟上面，兩邊越脫鈎，越脫鈎對整個習近平來講，他這個國家越敗亡。那如果在這樣的狀況下，他只剩下一個把手。他只剩下台灣了，所以他現在只能牢牢的把台灣抓住，是這樣子。習近平達不到，他達不到這個，在這個川習會當中，去改變川普的對台政策，或者是說影響整個這個印太格局的這個力量。你覺得川普不會做任何的讓步或妥協？對，不會因為一讓步的話，就是美國在整個印太地區領導能力的削弱。那麼你看他打伊朗。他這個打不贏就叫戰敗喲。對在印太也是一樣我賭不了你中共的話，那我就還成什麼世界老大但是即便如此，習近平因為他沒有什麼牌，所以他這樣打台灣牌，
什麼叫台灣牌呢？就是我們稍微用這個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啊。今天我們講圍堵中國，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圍堵基本上有3大塊，美日一塊，美台一塊，美菲一塊啊。我們把稱之為叫三叉戟戰略了哈，三叉戟戰略。這裡頭哪一塊是最軟弱的？美台，因為美日跟美菲它都有集體安全的條約保障，美日安保跟美菲的共同防禦條約。台灣只有一個台灣關係法啊，台灣關係法是一種防衛性的一種美國的保護主義之下的一種做法等等，所以台灣是一個缺口，是個短板，所以習近平很容易的就想利用台灣來做一個突破。因為中共在天下圍中的這樣圍堵狀態之下，它只有一條路嘛，就突圍嘛。就像當年他在江西瑞金的時候，25000里長征，他無路可去啊。他當時很可惜，他沒有跑到台灣來了啊。所以他就是突圍，只有突圍一條路。從哪裡突圍呢？找最軟弱的地方。當然我們講說我們台灣最軟弱，有一點好像是消自己的志氣。對，但是確實也是這個樣子。為什麼？因為你看這個黨軍購打到今天為止，我們民意沒有巨大的反彈嘞。好像黨也無所謂哈。還有台灣人有一種天真的想法，我稱之為小確幸主義啊。什麼叫小確幸主義啊？就是台風來的時候不關心防災，關心有沒有台風假。然後關心這個菜市場的這個滷肉飯有沒有漲價啊等等的。這種小確幸其實就恕我直言吧，就是不要和平就以為不要戰爭就以為戰爭不會從天而降。然後我要和平，和平就怎麼樣，像這個樹上的成熟的果子就自然會掉下來一樣。就和平不用代價和平不用代價所以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一種心理的脆弱性。中共充分掌握到台灣民心的脆弱點在什麼地方。拒戰嘛，然後渴望和平。我們不是講說渴望和平不可以，但是你如果渴望的是一種求來的和平，敗來的和平，或者是貴來的這個和平的話，這個就不是真的和平，是假和平。但是即便如此。習近平絕對會利用台灣牌來跟美國搞籌碼對抗，同時在台灣內部建立他的島內的代理政權，從內部來統一台灣。我稱之為內統，就是從台灣內部來統一台灣，因為武統成本太高，那合統呢？合統的話，好像有絕大部分的台灣人也不見得買單，現在用高 CP 值的最廉價內統對。從你台灣內部本身來瓦解你台灣，所以中共的這種統戰系統或者叫國台辦系統是非常非常強大的。而且你說這個作戰，這個統戰已經在開始了。因為剛剛講，你現在台灣你就發現有很多的這個訊息進來了。他現在講，我開始反美，不是反美，我是開始從以美開始。我現在開始懷疑美國，因為其實台灣現在有非常強的以美論。對，就是你到底美國是不是要保護台灣？還是你要把台灣吃乾抹淨？就從台積電要到美國去，然後呢，包括我今天的這個軍購，包括川普在伊朗，你到底能不能打得下來？你對這些盟邦的這些承諾，就是你會發現在台灣就有很多的這樣的訊息，不斷的這樣滾，不斷這樣轉，所以讓這個以美論拉到了一個高峰。那這個對台灣內部，或者是說對整個中美台之間也有影響嗎？我覺得它影響是很大，而且蠻負面的。雖然我認為以美論它是更多的成分是操作性的而不是現實性的一個東西，但是無論如何呢，我們必須這麼樣客觀來講，過去美國也確實有拋棄盟友的歷史越戰嘛乃至於就是說在中東地區也有這些我稱之不良的記錄但是各位要記得過去美國的一些不良的記錄，並不表示它會複製在美台關係上面所以很多人一聽到就說，哎呦，川習會川普會不會出賣台灣？對其實是杞人憂天吶我舉2個理由就夠了第一，台灣一斤賣多少錢嘛？你說交易的話，也要川普交易台灣之後，從中共那邊獲得應該要有的一個報酬，這才叫交易嘛那麼中共能夠提供一個什麼樣的優惠可以啦，他給台灣人給一個什麼惠台實政策，可是習近平能夠對川普給出什麼樣的優惠你是要放棄對美國的所有的抵抗，還是巴拉巴拉等等的？習近平提不出任何的籌碼去跟川普交換台灣，這個才叫實力主義的一個交易嘛
另外的話，我們設想啊，川普如果賣了台灣，當然他怎麼賣我們先不談，他就賣了台灣啊，放棄了軍售，然後台灣關係法也廢了啊，然後所有的這個友台這個政策全部廢光光了，美國得到什麼？他除了得到國家利益的損失跟國家恥辱之外，他得不到什麼呀？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